你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给命运找个解释？古人他会占卜算命，今天大家会做什么 MBTI 做基因测试。那么接下来的这段历史可能会打破你的认知。1997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做《圣经密码》，作者叫迈克尔·德罗林斯。他是用了一套计算机的算法，将经文当中的标点和空格清除之后将字母排成了一个矩阵，然后进行交叉检索。那么这套算法在文本当中居然找出了肯尼迪遇刺的年份、二战爆发的节点，甚至预言了前一年刚刚发生的一位中东政治人物的遇害。当时有很多人觉得，计算机难道成神了吗？命运可以被算出来的吗？但就在同一年，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的数学家布兰登·麦凯，他的想法有所不同。他找了另外一本小说叫《白鲸记》。那么在这个讲着水手和鲸鱼搏斗的故事当中布兰登·麦凯用同样的算法，通过横竖交叉，不仅算出了林肯遇害，甚至连刺客的名字、甘地遇害的细节都可以找得到。一本普通的捕鲸小说，在算法的加持之下，居然成了一本旷世的预言书。这是什么魔法呢？在庞大的数据和随机性面前，只要我们渴望寻找联系，似乎总能拼凑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古人是拿着烧裂的乌龟壳去占卜，是一种愚昧，觉得今天我们可以用大数据的算法，用基因来检测，非常的现代和理性。但实际上面对无法掌控的命运，我们和3000年前的祖先一样，仍然在苦苦哀求一个解释。我们宁可相信命运是一场写好的阴谋，也无法接受人生很多时候只是随机的。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觉得科学的普及已经消灭了迷信，但实际上科学和数据反而给它穿上了一件更精致的外衣，把它变成了新时代的网络语言。到了什么程度呢？之前应用商店有一款叫做 CoStar 的占星软件，在北美的年轻人当中是非常的流行。它的形式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以前那种路边摊去弄个什么算命。这家公司的后台接入了美国宇航局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数据，他们用探测器追踪行星在宇宙当中移动的轨迹，拿到航天数据之后呢，再交给 AI 进行自然语言处理，最后生成一句针对你今天的运势推送。比方说，今天这个水星的相位不对你不要给你的前任发消息了。每天有数以千万的年轻人在出门之前会看一眼这个由航天数据和 AI 算出来的运势，这就很有趣了。人类用100亿美金打造的深空探测技术，居然被拿来决定今天早上出门要不要穿一件黄色的衣服。这背后反映的是，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变数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渴望有一个权威来帮我们做决定。那以前这个声音来自于庙宇之中，而今天是来自于 AI 的服务器。这种渴望甚至蔓延到了我们的生育之上。这几年消费级的基因检测非常的热市面上出现了大量宣称可以检测孩子天赋基因的项目。你只要提取一点口腔黏膜，花上一点钱，检测报告就会告诉你，你这个孩子携带了 ACTN3 的腹肌动蛋白3基因，他有体育天赋。或者携带了某种神经受体基因，它有很强的逻辑思考的能力。2015年自然杂志发表关于消费型的基因检测的学术批评，就指出把这种复杂的人生轨迹单一归因为基因是一种商业营销，是对生物学的夸大。因为一个人的成就是对基因、环境教育甚至是运气在漫长岁月当中随机产生的一种结果。但是家长不管，大家也许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我们是在花钱买一种心理上的免责声明。因为养育一个生命是一件风险高又充满未知的事情，你不知道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自己的教育方法对不对。那么这种长达几十年的不确定性，对成年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这个时候，一份权威的基因检测报告给了你，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那么家长心中的石头就落地了。如果孩子将来没有成为科学家，那不是我教育的问题你看这报告早就说了呀。所以我们看似在相信科学，实际上是在用生物学的宿命论来逃避复杂的现实责任。那为了能够得到这种被倾听、被定义的心理安慰，我们甚至不需要在乎对面站着的是不是人。1966年，
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鲍姆写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聊天机器人的程序，名字叫艾丽莎。在那个年代，计算机的算力非常简陋啊，艾丽莎没有任何真正的智能，它只有一套非常简单的模式匹配规则。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你给它一句话，它就会换成疑问句反弹给你。比方说，你说哎呀，我今天会有点难过，他就会回复你，你今天为什么难过？你说我今天和父亲吵架了，他就会跟你回复啊，跟父亲吵架会让你有什么感觉？就是这样一个像复读机一样的简陋程序，却引发了让魏泽鲍姆本人非常意外的一种现象。实验室当中的工作人员、来访的大学生，包括魏泽鲍姆自己的私人秘书，都开始沉迷和艾丽莎聊天。他们坐在屏幕前，对着几行代码来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有一次，魏泽鲍姆的秘书在和艾丽莎对话的时候，甚至要求魏泽鲍姆啊，你离开这个房间吧，因为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这个对话非常的私密，不适合让你听到。那所有人心里都知道，屏幕的对面那是没有感情的一个机器啊，但这不妨碍他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过去。艾丽莎效应啊，揭示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隐秘，就是我们在做算命 MBTI 测试，真的在寻找真相吗？很多时候啊，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对象来当我的镜子。这面镜子只要能够映照出我目前的状态，给我们一个确定的定义。比方说你是一个 I 人啊，你目前的命盘处于低谷，那么原本模糊不清的焦虑就有了安放的空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算法推荐它会越来越精准，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自在，反而形成了一种信息茧房。现在啊，这个社交平台上非常流行，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性格测试结果啊，甚至还有这种命理测试的结果。其实每次分享都是在寻找同类，而且也是在给我们的潜意识加固自己设定的剧本。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进化历程，让我们的神经系统长出了这种一旦面对无序就会感到恐慌，非要找出因果关系的强迫症呢？为了能够解开这个谜题，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实验室的动物以及深海捕鱼的岛民。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它的原理是一台被设计用来在危险世界当中寻找规律的机器。比方说，草丛里面发生了晃动，我们的大脑就会立刻假设，那里面是不是藏着一只老虎啊？因为弄错了不过是虚惊一场，但是如果错过了，可能就会丧命了。因此，大脑会非常渴望规律。1948年，美国心理学家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发表了一项研究，被称为迷信的鸽子。这个斯金纳呢，把几只鸽子分别放进特制的实验室当中，这个箱子里面有一个喂食器，每隔15秒钟它会自动掉落一点食物。但是鸽子是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无缘无故的恩赐的。几天之后，这个斯金纳就发现这箱子当中的鸽子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仪式。比方说，有的鸽子在食物掉落之前，它会逆时针在这个箱子里面转2-3圈；有的鸽子呢会反复把头伸向箱子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当食物碰巧掉落的时候，这个鸽子可能刚好在做一个随意的动作，于是鸽子呢就会把这个动作和食物的降临给联系在一起。它会觉得，是我转了一圈，老天给了我吃的。所以他们沉浸在自己创造的因果律当中，试图用转圈来控制这个食物什么时候到来。那这群在箱子当中转圈的鸽子和在庙宇当中祈福、在电脑前测算星盘的人类，是不是很相似？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原因，最好是发生了好事是我的祈祷起作用了，发生了坏事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穿错衣服了。那这种在随机性当中强行找规律的本能，会在人类面临困境的时候被进一步放大。2008年，德克萨斯大学的詹姆福·惠特森和亚当·加林斯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关于人类错觉模式认知的实验。研究人员把受试者分成了2组，第一组呢被要求回忆并写下他们的生活中失控、感到无能为力的经历，以此来唤醒他们的焦虑感。而第2组则写下他们在人生成功时的一些经历。随后研究人员给所有的人展示一些充满噪点的图片，就像以前那种老旧电视机没有信号的那种雪花屏。这些图片是完全随机的。
结果显示，那些刚刚被唤醒的失控和焦虑感的第一组受试者，会言之凿凿地声称说：“我在那些雪花当中看到了隐藏的图像。”有人说：“我看到了马。”有人说：“我看到了人脸。”你看，当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到无力的时候，大脑的防御机制就会开启，人就会像溺水者抓稻草一样，在混乱的信息当中寻找意义，以此来重建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当我们面对一次突如其来的裁员，一段感情的无疾而终，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大环境不好缘分尽了，没有谁对谁错，这种解释我们通常难以接受，因为承认随机就意味着承认我们自己是渺小而无力的，所以我们的大脑会快速去编造故事，比方说，我去测算一下八字是不是流年不利，我去分析一下我跟你的 MBTI 是不是匹配的。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泄愤怒而转移焦虑的靶子。那么有了这个靶子，让人恐惧的这些未知就变成了可控可解读的这些信息。所以你看，我们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古老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1948年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洛夫斯基发表了他对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原住民的研究。马林洛夫斯基在岛上待了很久，他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岛上的原住民都是经验丰富的渔民。当他们在岛屿内平静安全的西湖当中捕鱼的时候表现得会非常理性，他们会依靠潮汐的规律和熟练的捕鱼技巧来捕获猎物。但是当这些渔民需要跨越暗礁，进入波涛汹涌的深海去捕猎的时候，情况就变了。深海的环境无法预测，因为一场风暴就可能带走一船人的生命。那么这个时候，哪怕你是最熟练的渔民，也开始变得迷信。在出海之前，他们会进行繁复的巫术仪式，邀请巫师来占卜今天的吉凶，还要在独木舟上刻满护身的符文。马林洛夫斯基的观察，他看透了玄学和占卜在人类社会当中的作用。人们进行占卜，并不是真的相信几块石头就可以呼风唤雨，而是当我们面对风险又无法掌控，是需要一种心理镇定的。而占卜的仪式就是一种镇定剂，它用一种繁琐而有神秘感的流程，把深海的未知转化成了一种可以通过仪式去沟通化解的东西。而一旦人类回到了安全的西湖，巫术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可是我们现代人的悲哀就在于，我们的身体坐在看似安全的这些钢筋水泥当中，但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仿佛航行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深海是一样的。每一次的经济波动，社交媒体上的负面新闻会不断地唤醒我们对失控的恐惧感。那么为了抵御这种漫长的恐惧我们希望能找到命运的解释，甚至连今天我要看什么视频，我会担心是不是我自己选的不够好，请算法你来给我推荐最好看的。更加不要说人生大事，最好有一种力量能明确地告诉我这一生该怎么去活。那你说，如果真的占不出一个坏结果，不是很糟糕吗？还真不是。对当事人来说，他可能反而觉得有一种暗暗的轻松感。2016年，伦敦大学学院的 UCL 的神经学家阿奇德·伯克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就探索人类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底线。研究人员让受试者玩一个电脑游戏，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你翻到了特定的石头呢，会受到轻微的电击。在游戏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不断地改变受试者被电击的概率，有的时候呢是零概率，有的时候又是100%，而有的时候又是50%的未知状态。那与此同时仪器会精密监控着受试者的出汗量、瞳孔的放大程度。实验结果直接是如果一个受试者知道我会100%的被电击，他大脑当中的压力反应相对平稳，但是当被电击的概率处于50%这种未知的时候，他的出汗量会明显增加，瞳孔放大。那这个实验就证明了，我们的大脑宁可接受一次确定性的伤害，也没有办法去忍受你怎么那只靴子迟迟不落下来呢？这也正是为什么越是不顺，就越会迷恋算命和星座。如果你算出来明年有大运呢，当然很好，但如果你算出来接下来3年都是低谷，你反而也就淡然了。天意如此，顺其自然吧。这种心理机制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理退行，就是我们把自己人生负责的包袱责任通过占星算命甩给外部系统，以此来逃避自由而带来的责任。
2000年啊，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希纳埃扬格教授进行了一项有趣的果酱实验。研究团队在一家高级超市当中啊，设立了一个试吃摊位。在第一种情况下呢，摊位上会摆出24种不同口味的果酱，任君挑选。那么第二种情况下，我只留6种基础的口味。你说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的理论，你这个选择越多，顾客就越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销量是不是就应该高了？但结果不是这样的。24种果酱呢，确实吸引了更多的顾客来围观，但最终只有3%的人掏钱来买。而当摊位上只有6种果酱的时候，围观的人是变少了，但购买率却飙升到了30%，是前者的10倍。这个实验就揭示啊，自由意志实际上是对大脑一种负担。面对无限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调动自己的前额叶去对比权衡，而且还要为此承担选错的后悔情绪。这样一种认知过载会让我们什么都不想做。而现代社会给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你可以去任何城市打拼，你可以爱任何性别的人，你可以随时更换职业。这样一种没有边界的广阔，反而就像是那24瓶的果酱一样，让我们望而却步。算命 MBTI 实际上就是在人生面临非常多分岔路口的时候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要选了，我已经根据你的数据把那23瓶都给你踢掉了，你就拿这瓶最适合你。明明是剥夺了你的选择权，结果你不仅不生气，反而感到很轻松释然。更有意思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2011年进行过一场关于剧透愉悦感的心理学研究。我们常常是不是觉得，如果你看悬疑小说看电影，最大的乐趣是对未知的悬念，如果我提前剧透了，你是不是乐趣就没有了？但是心理学家让受试者阅读悬疑小说，其中一组在阅读之前就被告知了凶手和结局，而另外一组呢是正常阅读。结果就发现，这些被提前剧透的读者他们在阅读过程中这个愉悦感反而更高，因为他可以不用再耗费脑力去猜测谁是凶手，不需要去承担我推理失败产生的焦虑感。这就让我想到之前狼人杀的比赛视频，有的时候会同时放出身份剧透视角和未知视角，你去看前者的流量会更高。算命和依赖算法就是我们在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提前剧透，但是交出命运的解释权的代价是非常高的。这些解释不管是古老的八字还是先进的 AI 算法，它不仅仅是在预测，它同时也是在操控你的潜意识。这就是心理学上非常著名的自我实现的预言。2016年美国知名的独立调查机构曝光了一起震惊全美的司法算法丑闻。当时美国多州的司法系统进行了一套名为 Compass 的犯罪风险评估算法。这套算法被认为是客观公正的，它通过收集犯罪嫌疑人的137项数据你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居住社区，来推测你这个人是不是将来会再犯罪，而且给你打出一套风险评分。这个法官们呢就会依赖这套笼罩着科学光环的系统来决定你这个嫌疑人能不能保释。但是调查记者对1万多名罪犯的数据进行追踪之后，就发现这套算法有严重的偏差。他给大量的黑人嫌疑人打出了高危的分数，而给犯了更加严重罪行的白人打出了低分。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算法有偏见而已，但这起丑闻真正恐怖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个死亡的因果链条。什么意思呢？一个黑人青年，他原本只是犯了轻微的过失，但是被系统打上了高危的标签之后，法官就会拒绝他的保释申请，他会被迫在监狱当中等待漫长的审判。这几个月的关押会导致他丢掉工作，而他的家庭可能会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等他几个月之后出狱，身上就带有案底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无所有，找工作会四处碰壁。那么在走投无路之下，为了活下去，他真的只能去抢劫。那这个时候，系统的支持者会指着他说：“你看，我们的算法非常准呀，他早就预测到这个人一定会再次犯罪的。”系统并没有预判到未来，只是剥夺了他的社会资源，逼迫他走向了那个早就写好的悲剧剧本，使算法制造了他所预测的未来。这就是把命运交给外部系统的可怕之处。当你把这种机制放到个人的潜意识层面，它同样也会发挥着惊人的力量。1968年，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在旧金山的一所名为橡树的普通小学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研究人员在学期初给所有的学生做了一次看似非常专业的智力测试，然后呢，会把一份名单交给老师，声称这个名单上的学生根据我们最权威的科学测试，在接下来的8个月将会迎来智力上的突飞猛进。但实际上，这份名单完全是罗森塔尔随机抽签选出来的，名单上的孩子跟普通孩子没有任何区别。但是8个月之后，奇迹发生了。当研究人员再次对全校学生进行智力测试的时候，那些被随机挑中贴上了天才的标签的孩子，他们的智力测试成绩竟然真的出现显著增长，而且在性格上也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尽管这个实验在后来的学术界因为伦理的问题、复现的问题引发过争议，但是它所揭示的人性弱点在今天的算法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心理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外部权威的标签和期待，像是水滴石穿一样，会慢慢的重塑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在橡树学校是老师我看了你的名单之后，通过我平时微小的眼神肯定，更多的耐心解答，在潜意识层面重塑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而在今天，充当那个权威老师的是你手机当中的算法。你跑到网上做一个测试，系统会告诉你，你是一个内向的、不适合社交的人。那起初你只是觉得有点准，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当你在职场上遇到需要公开表达的机会，你的潜意识会立刻跳出来提醒说，系统说过你是内向的，你不是这块料呀。于是你自然会退缩。随着你退缩的次数越来越多，你就会丧失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那几年之后，你真的会变成一个在人群当中结结巴巴、没有存在感的人。这个时候你会感叹，这个测试真的准我果然天生就是这种命。你以为算法好懂你其实是在算法不断的驯化着你。那些网络算命、性格测试和精准的推送，他们会先用算法来切断你去接触广阔世界的其他可能性，同时用单一的信息流每天向你进行心理暗示。当你身边所有的信息源都在暗示你是个废柴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会把自己活成一个废柴我们之所以会落入这种陷阱，是因为我们太害怕犯错而太渴望确定性。但我们忘了，生命最强大的力量从来不会在确定的轨道上按部就班，生命完全可以在不可预测的混沌当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你说这看起来好像很吓人，怎么办呢？或许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中安顿身心的智慧。那答案就是重建我们大脑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度，而且去学会慢慢享受这种混沌。在商业历史上有一个经典的案例，隐喻了生命力是如何在拥抱麻烦、不确定当中重生的。2003年全球最大的玩具巨头乐高迎来了公司历史上最低谷的时刻，濒临破产边缘。当时的乐高高管们迷信最先进的市场调研和消费者的行为数据算法，所有的报告都在指向同一个确定无疑的趋势，就是现在的孩子们没有耐心了，他们喜欢玩电子游戏那种即时的刺激和反馈，所以没有人愿意花几个小时去拼装一堆复杂的这些塑料颗粒。为了能够迎合算法算出来的人性趋势，乐高居然抛弃了几十年的灵魂，他们推出了大量不需要拼装、开箱即玩的成品玩具。那么高管们看着大屏幕上完美的 PPT 数据，以为这一下我们可以逆风翻盘了。结果仓库里面堆满了卖不出去的塑料垃圾公司每天都在以天文数字亏损。后来人类学家约根·麦德斯比尔深入了德国家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最传统笨重的民间调查。他放下了大数据，直接去观察孩子们的日常。他发现了一个被所有高级算法忽略的事实。他去问一个11岁的德国男孩，最让你引以为傲的东西是什么？令人意外的是，那个男孩居然指着一双磨得破破烂烂的阿迪达斯的滑板鞋，骄傲地说，这个鞋面上的每一道划痕都是我练成高难度滑板动作的证明，它是独一无二的。那一刻，乐高的高管们才醒悟过来，人类的潜意识深处并不会排斥麻烦和困难，相反，我们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确定感，才是真正能给我们带来成就感和生命意义的东西。乐高终于抛弃了当时的大数据推荐，
重新回归了原始这些繁琐的基础颗粒拼装，他们把创造的自由和过程当中可能拼错的不确定性还给了孩子们，最终乐高迎来了辉煌的复苏。这个世界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那些号称最懂你的算法，往往只是迎合你最懒惰脆弱的一面，从而摧毁你的生命力。而人生的意义恰恰就隐藏在那些没有被规划好的不确定和麻烦当中。当我们把视角从商业社会拉回到个人的心性修行东方哲学当中的一段公案给出了破局的示范。1933年，19岁的吴清源在日本棋界打出了一场震古摄今的对局。在围棋的世界当中千百年来都有着严格的定式。定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历代围棋宗师用无数的心血算出来的最优解。比方说棋手你要先站脚，这叫常式。但是那场对局当中，吴清源面对日本围棋界的权威本因坊秀哉，抛弃了所有这些认为是真理的固定套路，打出了新33天元这种在当时看起来大逆不道的下法。他放下了局部的利益，不再追求这种确定性的安全，改为追求全盘的流动和和谐。定式是古人为下棋写好的命运解析。按照定式之下，你是安全的，但你永远被困在别人的框架当中，你永远只能做个平庸的跟随者。千古无同局围棋如此，人生更是如此。而东方智慧的最高境界，从来不会说我去算准未来，而是我放下对未来的预设。在中国古老的智慧典籍《易经》当中有64个卦象。自古以来很多人去翻阅它，只是为了占卜吉凶最好我能占到一个大吉大利的卦象。那你知不知道《易经》当中唯一一个6爻阶级，就是怎么样都是好运的卦象，是哪一卦？是代表强权和地位的乾卦吗？是代表我能财富丰厚的大有卦吗？都不是，是谦卦。谦在很多人的理解当中叫低调退让，但是在易经的本意当中它的核心是空。它要求你放下自己内在的固执，对命运的功利性的预设，不要给自己贴标签，我也不给未来设限。当你的内心没有一个固定的像的时候，那么任何外部的这些预测的系统，它在你的面前都会无可奈何，因为抓不到你的把柄。不对命运做任何主观的框定，不设限，才是最大的吉利。回想一下，上一次你渴望去做算命占卜，是不是你的人生正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而你恰好不敢承担失败后果的那一刻？而下一次，当那个时刻再次来临，你有点像不由自主的去看看什么性格测试、命运测试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深吸一口气，停下来，感受一下那种对未知的恐惧，允许它存在，但不要把解释权交给别人。试着告诉自己，我不属于任何一种标签，我的未来也不在任何一局星盘当中。哪怕这意味着你要独自面对黑夜，那也是你以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格，在这个世界留下了一道属于你自己的印记。也正因为这种未知，你将终究收获自由与自在。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